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定义是故意剥夺生命构成本罪，那自杀会构成故意杀人罪吗？这是肖凡在魔教招聘会上问的一个问题。前来应聘的是一个连环杀手，他人都傻了。这看他半天没答上来，肖凡失望的摆摆手，连刑法都不能熟读，还好意思自称连环杀手？你走吧，魔教不收你这种废物。那至于为什么肖凡三人混成了魔教招聘会的考官呢？事情还得说回2天之前，当时为了埋伏魔教考官秦元浩，肖凡提前缩地去他家附近踩点，但好巧不巧啊，舵主姚希也在，他一下就察觉到不对，冷笑一声：“出来吧，我发现你了，别以为能藏得很好，现在出来饶你不死。”手中凝聚能量，3、2、1，最终没打出去。秦元浩问舵主怎么了？姚希摇头，总感觉有人在监视我，炸了一下也没反应，或许是错觉。肖凡冷汗都下来了，这舵主应该有金丹期修为，不过他这次收获颇丰，因为在舵主和秦元浩的谈话中，他偷听到了魔教招聘会的具体位置。如此一来，考官秦元浩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他回去后和冷风满谷一顿商量好了计划。计划开始之前，肖凡拿出一本象形拳练习，这是大师姐给他的功法，是模仿动物打出不同的拳法。肖凡首先选了虎拳，一套打下来果然效果良好，虎妖的虚影在背后浮现，逐渐有了虎妖的技巧，越打越通畅，到最后居然发出一声咆哮，他感觉不对，仔细一观察，自己居然变成了虎妖。冷风这时候走进来，我操，虎妖！妖怪你大爷，是我！满谷这时候走进来，听完事情原委后恍然大悟，还是圣人说的对，三人行全是老师，我还是要多跟肖兄冷兄学学才行。冷风汗颜，不是，怎么你练功法总出问题？肖凡说，象形拳本就是对动物的模仿，模仿越像威力越大，我抱着这种想法打拳，打着打着就变成老虎了，这很合理，对不对？忽然，肖凡眼睛一亮，不光可以模仿动物呀，推陈出新才有进步。他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满谷的样子，又一套拳法下来，满谷都懵逼了，这不是我吗？隔天晚上，秦元浩在回家路上忽然感觉不对劲，猛然一个后撤步，原来在脖子高度处有一道近乎于无的细线，冷风蹦了出来，这龙须面还真是有用，差点割下他的脑袋。按照卖面条师兄的介绍，这种刮面杀人于无形，最适合埋伏。秦元浩刚想撤，结果肖凡就从背后的土里钻了出来，吃我一剑。秦元浩好险才反应过来挡住，结果被满谷一下窜出来，一拳打飞。他破口大骂，哪来的魔道同行，刚才那一剑也太缺德了，谁家正道这么打呀？肖凡不慌不忙掏出一枚戒指，说了一句收。秦元浩还没反应过来，啥玩意儿？就这玩意儿也想收我？你当时先气呢？但低头一看，自己的衣服居然不见了，只剩一条内裤。他活了几十年，知道储物戒能收纳物品，但从来还没听过有人用储物戒收敌人衣服的，这合理吗？4人一阵战斗，经费有限，我们就不画了。最后战斗的结果是秦元浩使出大招，化身成影子，这功法诡异无比，肖凡等人怎么都拿他没办法。可忽然一道白光照过来，秦元浩表示吃痛，看来是有备而来啊。那又如何？难道你们天真到以为用区区聚光阵就能伤到我吗？不知道光越强，影子越强吗？肖凡不慌不忙，掏出更多聚光灯，分出不同角度组合起来。可曾听说过无影灯呢？秦元浩本能感觉不妙，但好几道聚光阵就打了过来，我秦元浩的影子几乎消失殆尽，他没法躲进影子里，被冷风和满谷联手斩杀。第二天啊，在魔教招聘会的现场，本该担任考官的秦元浩没来，反倒是来了3个年轻人，装模作样坐在台前。为首肖凡朗声道：“好了，现在开始进行魔教选拔，派好队，你们都报一下个人信息。”肖凡问第一个人：“说说吧，为什么加入魔教？你加入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对自己有什么规划呢？”第一个人傻眼了，魔教的问题不应该是询问功法和修为以及干过什么坏事之类的吗？肖凡不耐烦摆摆手，回答个问题都支支吾吾的，淘汰。第二个是某小型帮派的帮主，多次蹲过大牢，多次出狱后发现自己的帮派和妻子被小弟占据，多次把帮派和妻子抢回来，是个狠人，吸收了之前那人的经验，他一上来就抢答：我加入咱们魔教是想要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前景，我的理念和咱们教有很多相似，入教后我一定兢兢业业干坏事，做大做强，再创辉煌。魔教给了我立足之地，我怎么还能要求魔教发工资？应该是我给魔教上供才对。好家伙，这一套说辞下来，他感觉10拿9稳了。可肖凡一句：“你被淘汰了，回去吧。”为什么呀？帮主很不服气，这回答脑袋还不够完美。肖凡厉声呵斥：“什么是魔道？魔道就是自私自利。你这种一心为魔教服务、不求回报的人，不配做魔道修士。”帮主是一句话都反驳不出，垂头丧气走了。后面的人听完后感觉大开眼界，真不愧是考官，对魔道的理解就是深刻呀。满谷好奇的看肖凡，怎么感觉肖兄对魔道这么熟悉呢？既然娘跟妈是一个意思，那能不能直接喊姑娘为姑妈呢？这是满谷在魔教招聘会上问的一个问题，应聘者白面书生十分诧异。
满谷看了对方和自己一眼，本以为大家都是儒修，就问了连他师傅都答不上来的问题，没想到对方居然连话都说不出半句。行了，你走吧，你被淘汰了。此次魔教招聘事关重大，舵主姚希特地提前半小时赶到走准备，然后他就看到了指点江山的萧凡三人。他作为全舵修为最高的金丹期，在魔教总部接受过培训，学过魔道真谛，什么场面没见过啊？这场面好像还真没见过。这会儿正好萧凡问下一个，你有加入魔教的经验吗？没有。哦，不好意思，我们不要没有经验的人，回去吧。舵主姚希都快气炸了，彻底疯狂！一下闪现到三人背后，你们三个好大的胆子，冒充考官！萧凡连忙解释，大人冤枉啊，我们可都是一心一意为魔教考虑。姚希被气笑了，那你倒是说一说怎么个考虑法？大人您想，身为魔道修士，应该多疑多问，我们一坐这儿，他们就相信我们是考官，这么容易上当。若是正道修士中有聪明人，岂不是骗他们一骗一个准吗？而且只有正道修士才会说什么信什么，我怀疑这些人里面有正道的卧底，还请大人严查呀，千万不能让正道修士混进来。这一番情真意切的，姚希表情总算好看点，冷风说的比萧凡还真诚。再说了，大人，魔道修士自食自力，这次考核那么多人，我们自当是要想方设法减少竞争对手，他们技不如人，只能怪他们骗人的经验手法还不够丰富。姚希这才眉头舒展，这很合理，的确是真心话。魔道修士就是要无法无天，无所不用其极。想当初他加入魔教也是手段用尽，才有了今天的位置。转念一想，这三人如此才思敏捷，还都是筑基期的好苗子，招进来总部一定大大嘉奖，都是自己的业绩啊！摆摆手，罢了罢了，那我们开始下一轮考核吧。说着，掏出了自己的法宝昊天镜，开启幻境考核。这次的考核是将考生的修为和技艺暂时封印，投入到上古时期天火神朝 VS 梁国的战斗。第一个是满谷，在战场中，天火神朝军队大败，他被杀得丢盔弃甲，逃到一处山洞，本想自刎而死，可一只蜘蛛引起了他的注意。蜘蛛中的结网，结果寒风吹进来，好几次都把网吹破，每破一次，蜘蛛就重新织网，毫不气馁。看蜘蛛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尝试，最后终于成功结网。满谷眼中燃起希望，蜘蛛尚能如此坚持，他难道还不如一只蜘蛛吗？本想感谢蜘蛛的鼓励，结果一只螳螂突然出现，杀死了蜘蛛。满谷懂了，毅力固然重要，但计谋同样如此，要在敌人懈怠时出击，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最终满谷隐忍多年，厚积薄发，用计策一举击败了梁国军队，大获全胜，满谷通关。在幻境的外面，副教主走了过来，问姚希最近可否有好苗子？你这第一关可不容易哦，要在蜘蛛身上悟出坚持，还在螳螂身上悟出趁其不备的道理。姚希点头，这必须的呀！最近几年，咱们魔教被正道打压，和天火神朝何其相似。我通过本次考核培养人才对抗正道。火亮点头，他突然问道：“你说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通关方法呢？”姚希一口否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是我在上古历史中截取的片段，最大程度保证了真实性。历史上，天火神朝将军就是在山斗中悟道后逆袭翻盘，这本就是奇迹，我就不信还有其他方法。”然后他们就看到了冷风的通关方式。冷风逃到山洞中，接连被梁国军队击败，他已经绝望了，心中苦涩：我真的可以获胜吗？忽然注意到了正在结网的蜘蛛，这蜘蛛一次次失败，尚能坚持，难道我还比不过一只猪吗？为了感谢蜘蛛，冷风抓了一只蚊子想送给他，却被蜘蛛咬了一口，他晕了过去。不知道多久，当他醒来的时候，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视力、听力、感知力都在变强。右手下意识动起来，一挥手，居然有白色蛛丝吐出。接着他发现自己的手居然能粘在墙壁上，飞檐走壁不在话下。这时候蜘蛛已经被螳螂杀死了，他继承了蜘蛛的遗愿，和梁国再战。当晚偷偷摸进梁国大营，直接把梁国将军给斩首了。这一下梁国群龙无首，冷风成功通关。在外头的副教主和舵主看着这通关方式，久久没有言语。这什么情况？舵主姚希也懵了，他最后想到了一个解释，说是曾经中央大陆有一种奇特蜘蛛，被咬过的人身体都会发生变异，这很可能就是那只上古孤品。接下来是萧凡，他看着蜘蛛一次次结网，想着就这么守株待兔等猎物上门也太没用了。这时候螳螂出现，一刀干掉了蜘蛛。萧凡目睹这一过程若有所思，回忆起螳螂的动作，居然开始打起了螳螂象形拳，最后变身大螳螂，把这功法在天火神朝中普及。如此一来，天火神朝战力大增，一大堆大螳螂不用什么计谋，直接平推过去。副教主姚希直接怒了，这他们要什么通关方式啊？好了，用智慧修仙第一季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啦。后续主角和朋友们潜入魔教后，还有更多更加爆笑的剧情故事，可以说脑洞是非常的大呀。目前改编进度对应小说第70章，有兴趣的娘家人们可以在起点读书手机端搜索输入用智慧修仙就可以看到原作啦。为了防盗版呢，适合官方申请的别名只有手机端才能搜到哦。那么我是卓卓，我们下个系列再见，拜拜。